我真的好想買房子系列哦，50歲才買房，連新青安都不配用。先說結論，現在是直接一刀切哦。這個拔草測風向的風向是50歲以上的人不用新青安。其實這個我是不建議的，你知道，因為這樣真的會排擠掉真的很有需求又有實力的買方台北市。台北市現在平均交易年齡就是50啊。你這個50歲以上不給他用新青安啊，中南部當然沒什麼差。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們上一支影片聊了為什麼台灣內需起不來，如果你還沒看過的話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來跟你討論50歲以上就不能用新青安了嗎？這一次我們來聊一個新聞，標題我念一下：新青安 2.0 擬增排老條款，專家揭50歲以上購屋族經濟力，年收不到100萬占50%。那內容是這樣就是新青安 2.0 要推出了嘛，那今年的8月1號要正式上路，那政府現在就怎樣，就在拔草測風向，真的這我講過很多次了，就是政府會請中央官媒啊，官方的媒體啊，先發個新聞稿，然後看看那個民間輿論如何。然後最近一篇就是什麼，據某消息人士透露，安諾啊，這次被拿出來討論的有討論到一個東西叫排老條款，就是50歲以上不給他用新青安。其實你乍看是合理的，就是哪國的青年叫50歲？那50歲叫青年那這樣的話80歲不就是中年？那老年的話，我看要到120才有資格叫做老年了。50歲以上他不讓你用新青安就對了。好，但我們還是要討論一下說新青安這種優惠政策是不是應該只給年輕首購來優惠，這樣超過50歲就沒有，這到底是合不合理我未看先猜，一定一堆人見獵心喜，他說對啊，新青安就是要給我們年輕人的啊。你50歲你還沒買房，那是你自己的事你自己不早點買的，你年輕都在匪類嘛，那麼怎樣那你怎麼看？你覺得50幾歲買房該不該被排除在新青安之外？歡迎底下留言吵架那所以你要知道50歲以上的買房的人很多，真的很多。我直接這樣子講我們很多人都有一個刻板印象就是認為要買房這件事情幾歲的人在做，30歲40歲對不對？這一定是哪裡有問題。因為你看50歲你才要買房，你他媽年輕的時候你都在消費，你都沒有儲蓄，然後怎樣怎樣？錯，我告訴你，你看我框起來的地方，根據聯徵中心資料統計，2025年50歲以上生代購屋樣本已超過 2.6 萬件。從收入結構來說，年收入40至60萬元占比最高，其次為60到80萬跟80到100萬。也就是說50歲以上的購屋族中，年收入未達100萬的人接近50%啊。這是什麼意思？就是真的有一大群人怎麼樣，薪水沒有那麼高，存了一輩子的錢，存到50幾歲終於存夠頭期款，然後他要去買房子。好，此時新青安 2.0 不給他用，他說你太老了，你超過50了，所以你不能用新青安 2.0， 就把这些朋友們踢出门外了。你用這個角度看，是不是又覺得哪邊怪怪的？好，再來你要知道排老等於逼人走投無路。那我知道也會有人说資源就有限當然優先給年輕人這個我同意。但是不是應該多一個排除條款？例如我亂講嘛，例如說你近10年的年收入平均不達70萬不受實現不達70萬的這個數字不是我亂講是我借用台北市的租屋補助的申請條件。如果你的年收超過73萬的話，會無法申請。那我們就列一個年收不達70萬，就算超過50歲，仍然可以使用新青安 2.0 這樣。這個才是我們有幫到那些真的有需求的人。而且你自己看台北市的那個房子的價格，人家50歲甚至60歲才有辦法買，這很合理吧？然後現在是全國一刀切，他也不管你那個豪宅線就會分縣市你這個新青安全國性的政策就是說幹就要幹了那你想想看那些晚買房的人，真的是他們愛拖嗎？不是啊，有的人是離婚重新來過有的人是上有老下有小，家人有需要長期照護就一直扣血一直花錢還年輕的薪水全部都拿去照顧老爸老媽去顧小孩自己的頭期款真的存不下來這是夾心餅乾世代呢，是真的很慘呢。然後現在新青安 2.0 說我管你的，你超過50歲你就是不能用踢他一腳這也太狠了吧。那最後你要知道薪水低就不能上車嗎？那未來討論一下說，此時會浮現一個新的問題，說這些人薪水那麼低，你還讓他硬上車，他真的有辦法嗎？
會不會寬限期過了以後它就爆掉之類哦？先說結論哈，你家是開銀行的嗎？這個你還在幫銀行擔心幹嘛？台灣的餘放比只看這個不動產部分的話，在 0.08% 呢，8%呢，銀行這麼嚴謹所以 OK 他們在把關。如果今天這個來申請新青安的人真的條件很差，銀行也不會放貸給他，所以就不用擔心。這個事情也證明了說我們之前講的房地產是年輕人的遊戲這件事，對不對？現在政府也表演給你看了，你超過50歲可不可以用首購？可以但有沒有80%銀行來決定？有沒有政府的利息補貼？銀行來決定。但50歲以上怎麼樣？有沒有新青安 2.0？ 可能沒有。現在放風向就是在放這個50歲以上的排老條款。那50歲以上還沒有買房子的人來說，這是怎樣？就是他本來買房子就已經是地獄副本了繳房貸都覺得很吃力了，然後現在政府這一招就真的要直接把它隔絕在房地產的大門之外。很可怕呢因為那個我們都覺得利息補貼也沒什麼補貼，可是這個利息補貼對剛剛我提到的那個年收入70萬就真的有差所以我還是建議你說，我們現在年輕能早點買你就早點買，因為政府跟銀行現在看起來完全就是站在年輕人這邊。老了沒有房子，那就是怪你自己年輕不努力。那人家真的不努力啊，匪類的人一定有但是多的是什麼？多的是生活中有說不出的痛嘛，比方說就要照顧失智中風的家人啊，錢就一直花他也存不下來他也租房租房被趕你要他怎麼辦社宅的話，他努力工作賺錢加薪升職，他有罪他的年收入一超過就不給他用社會住宅，你寫怪怪的講啦，我整理一下我們今天講的50歲以上的人該不該被排除在新青安 2.0 之外這個問題，那政府也確實在測風向了。好，那我先討論了50歲以上才買第一間房的人，真的是比想象中還要多，非常的多。非常多的朋友是直到中年才存到頭期款。這沒辦法，你看縣市台北市新北市的房價，誰30幾歲天選之人有辦法買都買到40歲50歲才夠得到一間房子。那結論就是新青安可以優先照顧年輕人，但不應該用年齡一刀切下去，讓真正有需求的中高齡首購族無法有效申請，不然對他們來說買房子就已經是很地獄的副本了現在要強迫升級成地獄副本 Plus， 你要他怎麼辦？最後我想問你，如果未來50歲以上就不給你用新青安，你認為這合理嗎？ A 合理，資源就是要給年輕人。 B 不合理，這是在懲罰晚買房的人。 C 無所謂，反正我也搶不到。在講八卦之前來點乾貨，很多朋友會問我說，阿元你房地產做這麼久有沒有口袋名單這不就來了嗎？掃一下這個 QR code， 我有的牌都在這裡了，進去先點影片看我介紹，讓你心裡有個底然後就可以直接加他們的 LINE 了。買賣房子，台北找銷店，高雄找林店，美術之星，這2位都是我的大前輩，我有問題也是直接問他們，你就直接敲就對了。如果你雙北要裝潢漢一室內裝修嘛，很多觀眾朋友合作以後都覺得很滿意。那如果遇到了法律上的問題，有頂尖律師可以幫助你。好啦，我有的資源都給你了，你有需要你就大方用，不用客氣。最後我要請你支持我，加入我的頻道會員，每個月250塊錢，直接抄我做好的重大建設功課。高雄自產老會員都跟超過1年了，沒料的話大家早就跑了。最後也不要忘了幫我按下訂閱按鈕。YouTube 的後台跟我說有 74% 的觀眾還沒訂閱，這樣都能超過5萬人支持。如果你還沒訂閱，麻煩先按一下買房阿元 logo 旁邊那個可愛的按鈕，對，點下去就對了。這樣我離10萬訂閱又更近一點，拍片的動力也會暴增。按好了嗎？感謝你這麼挺我，祝你老了有房又有錢。講八卦講八卦，新青安 2.0， 這好幾個現象可以討論。新青安這個截止日是7月31號現在都我錄這支影片的時間都6月底了到現在還在拔草測風向，這個 OK 嗎？這全國性的政策呢？那你政策公布以後，你還要宣導呢？你要宣發這些東西，這流程怎麼這麼大的事情沒有提早去做？剩下1個月之內壓縮把它處理完，7月30號，然後8月1號直接要按檔呢。新青安 2.0 到現在這個最終版本長什麼樣子，還在拔草測風向，一下子說排富，一下子說7年退場制，那個利息補貼，一下子又怎樣，就很有一種這個是大事國家的大事，趕快確定下來，讓大家都來得及做準備。不然現在有點尷尬如果你現在是首購資格，你要趁現在趕快去用新青安
這個絕版新青安還是要等那個新青安 2.0， 因為婚育宅補到1500萬，你到底是要還是不要？伸頭一刀縮頭一刀，這種國家大事趕快公布下來。晚餐吃什麼？這個下班之後再說哦，這小問題。但是新青安 2.0 呢，這國家的東西還是要那個啦。我是認為這個進度實在太慢了，它應該早就要公布出來了，可能過完年就把它公布下來，然後讓大家這個有計劃要購屋的都還有時間去看房子嘛。如果現在確定新青安 2.0 條件那麼多，現在的那個新青安變成絕版新青安就是條件比較好的話，你是要怎樣？你是要逼大家現在趕快去亂看房子、亂上車哦，怪怪的。然後再來就是說，新青安 2.0 政府有沒有做？必定要做。好，所以政府有沒有去做協助年輕人購屋的政策？有。好，那它確實能幫到多少人？要打個問號，就是人不會很多，一下又排老，一下又什麼婚育宅才有加碼補助，一下要7年退場制，利率要回歸市場行情，一下寬限期可能又不會給到5年，要3年，什麼美的討論都有，到現在還沒定案。我錄這支影片的時候，時間是6月22號，禮拜一還沒有定案。好，那我要表達的事情是這個就是施政的藝術，你知道，那個政策制定的技術，就是說，大家罵我說不挺年輕人。我有挺啊，真的有啊，新青安啊，我還加碼，我還有 2.0 呢。好，可是實際上呢，適用的族群怎樣？超級少的，影響不了整個市場。好，可是我有沒有做？我有做啊，所以就這樣去交差咯。政府就是這樣這政府公共事業單位，畢竟還是一個所謂防弊重於心力的單位的機關。防弊重於心力就是說，我就怕被罵少做少錯最好不要做，不要做都不會有機會被人家罵。所以我有沒有幫年輕人？有幫了多少那個再研究我有幫，這樣就好了所以新青安 2.0 我才是認為這個要快一點啊。這個現在首購到底是要辦還是不辦？不知道，要賭賭說現在的條件確實會比較好現在的條件的利息補貼也會到7月31號就停止嘛？那你接下來是怎麼樣要換合約嗎？什麼完全不知道，不止我們不知道，銀行端也不知道。銀行說那8大官股，新青安就是官股銀行在做，現在到底是要我們怎麼配合？怎麼都剩1個月了，我要時間準備啊！我讓他通知到全省的分行嘞，不然民眾看了新聞說什麼新青安 2.0， 然後條件亮出來，他隔天他跑來銀行，我們行員都還不知道，就麻煩來起。所以我們在那新青安的話祝你順利啦有首購，有新青安可以用，那貸款8成，然後有寬限期，有利息補貼，這個能用還是趕快上車啦，不然怎麼辦？不然等到你50歲零一天的時候，那你要怎麼辦？年輕人這個買房置產長期持有，這真的是年輕人的特權。我現在越看越這樣，你貸款時間又長，然後你的利率條件又好，就我們年輕人才有辦法那樣捏房子捏很久，你知道？我們覺得說捏房子這個不動產要老人在做的。今天一個75歲的老人，他想要做房地產置產，你覺得他會持有房地產多久？他沒多久，你知道？他的日子也不久了。就我們年輕人還可以一看30年，看40年，我們不會覺得怎麼樣，就能夠好完完整整的吃到未来這30年40年的漲幅就是這樣。我個人認為這才是不動產的真正的那個貫穿週期的特質就是你買房你還出2成呢，銀行要出8成呢，他出的錢比你多4倍呢。你說屋主會是誰？為什麼是寫你的名字？好，然後銀行這樣子幫你出錢去買，然後你等於是 all in 狀態，應該沒什麼人買房不 all in 的。我說中產階級年輕人你 all in 又給他放30年，哇靠，這不就是人家講的那個嗎？什麼什麼長期投資複利效果嗎？定期定額的神水啊，就是要超久的。我們在股票做3個月就叫長期投資，3個月要看它的股價會動或什麼。那 ETF 的觀眾朋友比較厲害他們可能看說反正我就是薪水定期就是這樣扣，我可能扣個1年2年3年還是沒什麼感覺。當然近年來很有感覺今年還是沒什麼感覺，這個定期定額有跟沒有一樣，然後就會動起他心思了。真的你去那個股票網看，大家都說他已經投多久了都不會動，現在是不是換標的，都在講這些事情。而房地產沒有人能買下去，幾乎不會換，你知道，除非人生有狀況，比方說生出小孩了比方說怎樣要搬家工作，那一持有都很久。大概內政部自己的統計國人平均換屋是12年。你看好一個龍頭股票，你給他持有12年，你也覺得自己應該沒什麼問題吧？應該都能順順利利賺到錢吧？然後他還給你5倍槓桿首購給你5倍槓桿，所以房地產真的是年輕人的遊戲，能夠上車趕快上車當然你說現在什麼你要去做股票，那你就去做但是我還是認為說
做股票之餘，你想想看，就說房地產這邊，你是不是應該還是要有一個陣地？你股票你都知道要分散投資了，那我們視野再往上拉高一級的話，這個資產的東西那麼多，股票也是一種資產啊，要這樣子理解啊。房地產何嘗不是呢？那你要行有餘力的話，現在有那麼多優惠政策讓你用，你是不是上車也是一個很有機會去考慮的東西，比較合理。